我最近被秋刀鱼种草了切片饼干，他做的实在太好了，给我看燃了。我寻思我也试试，但是作为哈助烘焙，头一次没敢挑战太难的。我寻看看能不能把我头像做出来。这刚开始调色和和面就给我难住了，这两个我鱼爹甚至都不愿意在视频里提一句的环节，我们干了4、5个小时。后来算每条线长度的时候，我彻底崩溃了，居然还要算椭圆的周长，这种东西我上学的时候就没会过，就更别说现在的。我只能感慨呀，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都快上班10年了，死去的数学居然开始攻击我，孽缘呐！干了一天一宿，我们刚干完下半部分。前期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削和抠，跟个修表的似的在那盯着，眼睛都对不上焦了。然后最难的其实都在上半张脸呢，就每一个有颜色相撞的地方，意味着上下左右都要分割成一个独立单元。这一下子彻底把我 CPU 算炸了，尤其是眼珠里那俩白内障，最细的那个小白点，它的直径只有1毫米。我算这个分割点的时候非常绝望，甚至都开始谴责自己。我就觉着长个嘴，能吃能喝能喘气就得了呗，我给五官长那么全是不是有点太贪了？后来我实在太绝望了，我寻冷静冷静，收拾收拾屋，然后翻出好多闲置，买了也没怎么用过，就全部59挂到95分 APP 上了，就当粉丝福利了。平时买卖个闲置物品啥的，这软件也挺好用，抢购链接放评论区了，每天晚上7点都会改一个价，大伙可以拼命手速。然后我们又搭了一天一宿，终于在第2天夜里的时候把我这张脸封顶。目测这个发际线有点高，但我寻思高就高吧，都干40多个小时了，有线就不错了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等到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太紧张了，感觉心都突突。但切开之后发现果然没什么惊喜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但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。虽然做之前的时候想过会翻车，但毕竟干了2天2夜，真翻了还是挺遗憾的。我现在的状态呀，就跟这饼干小人是一样的，头发也熬白了，小脸也蜡黄了，眼睛里都没有光了，甚至还噙着一点泪花。大家好，我是晴天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我想过会触动到我，但是没想过会触动我这么深。今天呢，我们全家一起跨越近千里，为一群银发朋友们做顿特别的饭。由于老妈身体的原因呢，提前给包好了饺子，还为她未曾谋面的朋友们炖了滋养品。我们呢，也带着各种新鲜的食材，有鱼、有虾、有菜，也有肉。还有老妈特意嘱咐的米面油也要多带一些，留着日后用。就这样，我们带着老妈的期许出发了。是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。其实啊，这是一群乡村的困境老人，有一些呀身体行动不便，但更多的是孤独的空巢老人。很多呀因为儿女外出工作的原因，没办法一直陪在身边。所以这次啊，我们和狗送噗噗唧唧一起做他们一天的儿女，给他们做顿充满家的味道的爱心午餐。咱这手艺还行，我东北人是不？但是我觉得我没有。哦，有这种。太斯纳克了，太斯纳克了。说也会笑，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觉醒来，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。给我看饿了饺子，太香了。急急忙忙说一个。要不拽盘子，我都不让走了。咱这块瞎编这种，我给你找找话。你们高兴，咱就高兴。甜的是咸的，有的时候你们儿女不在身边，所以说咱就觉得尽一份社会责任。牙还行啊，牙行。哎呀，那挺好，多吃点挺好，能吃这我给你掰的。我头2年就这么喂我奶吃饭的。很有感触的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终点，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，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你身体健健康康，身体健康。最后祝全天下的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，多福多寿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那种可以即食的鱼豆腐，但是市面上卖的里边基本都没有什么鱼肉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东星斑。我打算做点100%纯鱼肉的鱼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来是什么感受。然后按照去年我们做鱼丸的经验，这鱼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鱼蓉才行。但是这东星斑处理起来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烦多了，因为这玩意儿它贵呀。我们抠这鱼肉比抠家里那卫生死角还卖力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抠完的鱼骨，那院里的野猫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说这活干得多仔细吧。
然后刮好的鱼肉还得用小锤给它锤成肉泥，但这不是最麻烦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这些鱼泥里边挑鱼筋，这玩意儿要是挑不干净，那鱼豆腐吃的时候容易塞牙呀。这点玩意儿我们整整挑了一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来，然后这鱼泥简单调的味儿就可以进行摔打了，这活干的是最费人的，这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须得锤到这种立牌不倒的状态才行。摔这玩意儿都快给我摔脱臼了，我就说这一天呢，眼珠子见瞎，胳膊几无力了，这要再多做点都没给我上半身干瘫痪了。后来实在太累了，就让我弟去买了几杯星巴克回来，喝杯咖啡歇一会儿。他是蚂蚁财富黑卡用户，现在上支付宝充财富黑卡，有机会领财富黑卡特权，每月一杯星巴克，全年1200元油卡，还有 DFS 全球免税店大额满减，还能体验专属财富管家服务呢。这喝完了咖啡，我也跟人领一张。然后这鱼豆腐蒸完之后特别紧实，就这么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时候口感也特别有嚼劲。但是这种原味的鱼豆腐放凉了当零食吃可能会有点腥，所以我打算先卤后烤，给它做成炭烤鱼豆腐。就光调这个卤汤我们就老下功夫了，我们是用鱼骨熬的鱼汤作为原汤干的，能不能增鲜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汤化原食。然后烤的时候我还刷了一层秘制小红油，这烤完了之后外皮是焦脆的，里边鱼肉是像那种肉丸一样可以弹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为鱼肉本来就鲜，然后卤汤红油的香辣也口入味了，这一口下去满嘴留香。但是算下来就是成本有点高，这一块鱼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块钱了。我本来是想着等过年打麻将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要是不给我点个3家闭门大炮，那袋儿我都不舍得拿来给他们舔一口。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，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二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等做完这些果冻，终于能消停歇会了，正好把前2天在得物买的爱马仕香水打个试试。这香水特别好闻，是那种淡淡的香味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这一瓶到手才300多。点评论区置顶链接打开得物啊，还有机会领1000元优惠券，里边还有好多适合夏天穿的小短袖，才不到100块钱，特别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第3样东西，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